这个数据根本个个都没达标，这玩意儿火化，那走吧，多余的都没用了，火化一下，不是整个火大点的炉子啊，烧红点儿。好。咱们先排除几个谣言啊。第一点，咱们先排除几个谣言。第一点，是不是审3次过不去就报废？错误，这谁瞎说的呀？而且到现在还有人说审3次过不去就报废，随便审，兄弟们。这个审3次过不去报废，估计是审车厂或者是哪帮人转化而来的。怎么转化而来的？其实它是3个阶段未审，也就是3年没有审。比方说咱们现在过10年的车需要1年1审，结果你3年都忘记审了，还在开 ，OK， 不好意思，直接报废了。是这样子的，并不是说3次过不去我就报废啊，你10次过不去，他照样接着审、接着修、接着过啊，就这么简单。另外一个就是我是不是过不去就得必须去什么 M 站修？不错，不用去 M 站啊，这个也很重要。还有就是 OBD 可怕不可怕？不可怕，很简单啊，兄弟们，对你好，对他好，对我也好。OBD 是啥？你能给我解释解释吗？那不就电脑监测吗？让咱测故障。你呢 ？OBD 就是人民币的，说白了就是 GDP 的。OBD 不是那放屁，你说那玩意儿。OBD 它就是人民币，不是 OBD， 它是我兄弟说了，车上的检测接口。这个 OBD 给谁用的？生产出来你知道吗？那肯定给我用的呀。你是干啥的呀？审车的。你用几回呀？你啥时候才开始用的？19年开始用的。是。19年开始执行的，让你们审车厂的人通过 OBD 来检测。给我们用的，我2手车办的。你呀？啊。你1年用几回呀？你1天用几回呀？你呢？我是提出这个规定的人。我他妈瞅你像那这规定。这个 OBD 它就是让我们修理工去检测故障用的，只有我们会去用。谁会去用？检车厂的人现在也用。19年开始执行 OBD 4项检测，通过电脑侦探它到底有没有异常，所以才决定尾气下一步。其他的谁还用啊？2手车办的也用，读一下公里数，对吧？看一下发动机或者变速箱的状态有没有大问题，报什么故障码，我收车的时候能不能上当受骗。而提出规定这个人，他最不懂的，知道吧？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提出规定的人反而没有我们老违反规定，而且还会去遵守规定的人更能融得通，因为我们是从这弯弯道道里头走出来的，所以我们才更有发言权。修理工才更懂 OBD， 修理工才更懂尾气，修理工才更懂如何治理尾气，如何通过 OBD。 今天我就给你们捋直了，让这些有说这的有说那的你们都不用听，我给你们说的记住这些内容绝对没毛病，不会有错。你把这视频看完，所有的一系列就知道了。首先咱们要知道的，检测厂用 OBD 检测什么，你车上的 OBD 到底检的是什么啊？第一个项目就是你的车架号，就像好多咱们国产早期车型，有一些车出厂以后就没有把车架号写进电脑，去了之后读不到车架号，这怎么办 ？OK， 要么找我们，要么找4S店，给你往电脑里头植入车架号，升级电脑，这是解决办法啊。第二点，4项，一个3元催化是否监视就绪，一个氧传感器监视就绪，一个氧传感器加热监视就绪，还有一个就是废气循环和 VVT 这些项目有没有监视就绪。 OK， 这4项有2项你能监视就绪，上线直接通直接过，知道吧？咱们以下会列好几个车，直接读它就是直接过。还有的人说了，亮发动机灯你就绝对过不去，这也是错误的。不亮发动机灯你就绝对能过去，这也是错误的，知道吧？具体能不能过靠电脑来监测，看你的3元催化、氧传感器，还有氧传感器加热，
还有废气再循环 VVT， 还有这些国六的车型了，一些 PDF， 所以拿数据来看就没必要特别大的暴力驾驶了。如果说咱们说的这些三元催化还有氧传感器没有就绪的情况下，你是过不去的，这就是 OBD 审车厂需要检测的东西。过去过不去，电脑一看就知道。第二点，咱们怎么解决它过去过不去？大概的就能知道它，以后你就能理解你究竟能不能过去。我这么一说，你就理解得很清楚。所以给兄弟点个关注。首先，之前有人说你不亮发动机灯你就绝对能过去，错；你亮发动机灯你就过不去，错。到底什么情况下能过，还得电脑看。亮发动机灯它里头报的什么东西，对不对？它报的如果是参与燃烧的传感器什么的，像咱们参与燃烧的有很多传感器，曲轴位置传感器、凸轮轴位置传感器、进气压力传感器、进气流量传感器、进气温度传感器、爆震传感器，这些都会影响燃烧，影响它充分的爆燃情况下，它肯定会影响这些三元催化监视、氧传感器加热监视。这样的情况下 ，OK， 你绝对过不去。什么情况下能过去呢？你报的是一些无关紧要、不痛不痒的故障。比方说发动机里头它也包含别的其他的传感器，机脚传感器，像我的 A8， 咱们简单点来说，我一看那家伙报故障80项上去2下就过，一下就过，因为我报的一些全是其他故障，知道吧？兄弟们记住，为什么说你仪表上哪怕灯全部亮了照样过？因为你没有报干扰于它尾气方面的故障，直接过，明白了吧？别管你 ABS 气囊了、胎压了、灯了这些，直接过，仪表全亮都照样过，就这么简单。其次，过不去解决办法首先氧传感器加热如果说损坏，它报氧传感器加热故障会直接报。如果说直接就报这个故障了 ，OK， 那你肯定过不去了。氧传感器加热监视不通过，不就绪 ，OK， 你这就过不去了。换氧传感器就 OK。其次，最简单的，有的人说了，我这车刚6年第一次上线就过不去，怎么办？不难，有可能你加的油不好。其次，没有报故障的情况下，还有可能就是说你停放的时间过长，不经常开，然后你有可能偶尔开一下，结果就开着去审车，他那些项目就是我说的时间长没开，它没有就绪，你跑一下，跑个20-30公里，干3000转左右跑，激发它就就绪去了，就这么简单。暴力驾驶干它，就直接就绪了，直接就过不要怕坏。其次，咋了？你说？我就是有的人如果他新童车不想暴力驾驶，他就是正常开，他要开多长时间才能让这些，然后就绪？可以啊。那他得开多长时间？正常开的话，反正你就按我修这么多车来说，正常开你温柔的开200公里，知道吧？为什么呢？200公里我修好几个，比方说进气流量传感器坏了，会导致它油耗增高，这是很明的一个例子咱别管氧传感器还是三元催化，这些坏了都会导致油耗增高，轻微的油耗增高，有的甚至更严重，像进气压力这些都会导致大量的油耗增高。它一旦油耗增高，混合气不对，长期修正、短期燃油修正不对，肯定喷油数据就不对，喷油量大，它的混合气就过不去，你的发动机状态就不好。你开着或许感觉不到什么，但是等你修好了，你会感觉这个车比以前更利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修完以后它得需要一个过程，这些传感器恢复需要一个过程，就需要你跑。比方说就按我刚才说的，没修的好好的车过不去，没报故障，然后就有可能你的没就绪，就按我说的2-3千转跑个10多公里，不想就是说暴力开的话，你就揉着开，跑个100多公里咱们再去审，或者跑个高速直接去审车越热越好，直接就过去了。然后其次咱们修完以后的有可能他就得跑的公里数比较多点了，我修好几个，我让他当时读肯定就绪不了，我让车主开，然后跑了100多公里过来之后，我说你再跑呀，不要过来呀，
然后过来了，我着急审车啊，我说着急审车那你就跑不要停，然后过来之后一读还是不通过，只通过了一项，一个加热，其他三元催化监视还有这个氧传感器监视，它不通过，所以我说你继续跑，又跑了200多公里，回了趟老家回来了，一读 OK， 现在就上，一下就过，就这么简单。这就是咱们说的几点，你平常遇到的过去过不去啊。如果说真正有报三元催化这些故障，有可能就得真的需要换了。第3点是吧？咱们说到第3点，说我过不去，到底是不是检测长说的我要去 M 站的 ？M 站是个什么东西呀？对不对？也没有哪个修理厂门口写着 M 站呢，是不是就是他们检测厂指定的维修的地方啊？肯定他们想套我钱呢，对不对？这么简单点儿，我在别的地方问了才300，M 站就要我1300，这就是一个套路。谁规定啊？没有人规定，没有国家没有明确规定说审车厂有责任或者是审车厂有权利必须你在哪修，知道吧？必须什么 M 站。OK，M 站是什么东西 ？M 站最初开始，它的确是专门修尾气，国家给安排的一些命名 M 站。专门治理尾气，所以你过不去的时候就得去那儿，但是没有谁明言规定你必须去哪儿，知道吧？你如果说这个审车厂必须规定你去那儿，其实这是有套路的。所以说，只要是在交通运输局有备案的修理厂，有正确资质的修理厂，它都是可以给你开具发票的，可以正确维修的。修完以后拿着你开具的发票 ，OK， 去你审车的地方。如果说他觉得不行，你说我给车管所打电话问问他行不行，可以吗？对不对？车管所都没有规定你必须在哪儿修，你有什么权利规定我在哪儿修？最简单的就是这一点啊，大家记住。其实兄弟们，话说回来了，虽说这审车的确是让咱们花钱，但是回头想想，就是我经历太多的这种事情啊。为什么说我最有发言权的？因为你们想想。其实送到大多数审车的地方，我们修理厂占60%甚至70%。为什么呢？好多车主是来我们修理厂修车，有可能就会问你审不车吧 ？OK， 我审，对吧？直接就给你安排到审车厂去了。大多数都是我们修理工送过去的，而且其次你过不去的时候，也是我们修理工去想办法让你过去的，是不是？所以从我的亲身经历来说，其实这个东西并没有绝对性的坏处啊。这是延长性来说，为什么说延长性来说呢？简单的来说，我经历这么多车啊，只要你报这个相关的故障，它会影响你的油耗，知道吧？因为我有好多车主说，比方说咱们氧传感器报故障，开嘛没影响开，但是会影响油耗。你或许感觉不到，日积月累，它就会差的很多啊，兄弟们，审车钱、维修钱都差出来了。它会间接性的有可能会导致其他故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一旦报故障，比方说氧传感器有问题，会影响直接性的燃烧。氧传感器侦测的就是你的尾气，没错，但是它侦测完以后汇报给电脑，电脑来控制喷油量，所以这就很直接了，你就能明白了。还有报的一些所有的传感器影响它参与燃烧的，我刚才说的那些。存轴了、进气压力了、进气流量了，这些一旦爆，它都会影响油耗。我有好几个客户就说了，修完以后，你看呢，他没审车的时候不修，比方说上次有个克鲁兹，我给他报的进气流量传感器500多块钱原厂的啊，结果他嫌贵没换，就那样一直跑了1年多，结果到今年审车的时候过不去，换完以后跑了200多公里，我让他去审了 ，OK。审完以后过去了，过了有1个多月，来了保养的时候说，感觉油耗的确是降了不少，所以说这就很直接性的，其实它并没有坏处，对你也并不是说完全有坏处啊，你车肯定是有问题的，对不对？这是咱话说回来的事情。什么？我们修理工最有发言权的，首先，我觉得我更有发言权，你们审过最贵的车多少钱？我在北京审过最贵的车3000多、4000多都有。为什么达到这个价格呢？因为当时的社会黑暗呐，兄弟们，哪像现在多么明朗一片呢？为什么呢？当时人家说多少钱，就是验车厂那帮可恶的人他就卡你，知道吧？
你车好的他就卡你，弄得我们去给客户审的时候，就到人家跟前就是孙子。其实现在来说，审车厂人家只挣审车的钱，也想让你快速过去，你老搁这儿，这不行那不行的，人家也没有说让你去指定的地方修，你赶紧把你这个问题修好，一下过去了，对不对？就说现在一片明朗，知道吧？没有那么黑暗，就是你车有问题。这就是咱们这套，简单点来说，检测 OBD 的东西，修理厂所用的东西。给我测一下，来给我测。你这什么东西？你来给我测。你这什么东西？我测你。我是奔驰 V8 AMG。自吸是吗？啊。不行啊，兄弟，肾不太好。你这自吸代替都不好使，去指定的医院啊 ，M 站，扯淡的。250个 W， 换个肾。不难呢，我才18。你什么车？啥吃都不好使。我瞅你像这吃，18年，还要怎么开啊？哎，滚犊子，让我来试试。你啥东西？奥迪 W12。自吸，看看，W12自吸 ，OK， 猛吗？一般一般。兄弟，你这数据不对呀，这 OBD，缺点人民币。哎，这小子可以啊！你这个肠胃不行，而且读数据，你这哪门子奥迪？你这是雅迪啊！记住啊！哦，咋鸡巴想能多了，我 W12。想多了啊！然后肠胃不行，大肠小肠都有问题。M 站整一下啊，花不了多，要不然你这个热成像一打出去，马路上一走，后边呼呼违纪超标，知道吧？黑烟的啊。整不成，他这个绝对违纪超标。一天放屁放的贼多，就这样的。这啥车？测一下。这个吧，读一下。测一下。你差点在那给震的，我这是宝马，给震的。哦，你这宝马，你这都是缺点啥？缺点这还不如我俩呢。这跟你俩的数据，德系的数据不一样的。你这他妈的宝马，你这野驴。这个数据根本个个都没达标，这玩意儿火化。那走吧。黄花鱼的都没用了。报废一下。不是整个火大点的炉子啊，烧红点儿。好。